蓝忘机直捣黄龙，攻城略地。魏无羡全然不知自己方才是多么光芒夺目，多么让人把持不住，只觉得蓝忘机这一下来得有点快，有点突然。青青还好，但是青天白日，实在是，这可是蓝氏。魏无羡轻轻推他，察觉到他些微的抗拒，蓝忘机一手捉住他双腕，狠狠按在墙上，然后更加凶恶地亲他。这一下吸得好狠，魏无羡呻吟出声。蓝忘机迅速撑起一道隔音静置，一手握住他的下巴，将他微微偏开的脸转正，吞咽他所有气息。魏无羡发不出声音，整个人都像被吃进去一般。蓝忘机手往下探，松开他的腰封，扯开一线衣襟，唇也跟着下移，咬过他的下颚，往脆弱的脖子上吻去。蓦然被放开了双唇，魏无羡大口呼吸着，方才被亲到几乎缺氧，现在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蓝战是认真的吗？现在在这里？蓝忘机接下来的动作告诉他是认真的。可是这里是蓝氏啊。魏无羡是真的很喜欢这里，喜欢蓝氏，喜欢学生，喜欢讲学。在他心目中，蓝氏是神圣而庄严的存在，有一点点微妙的委屈。但是蓝战想要……魏无羡努力放松着自己，双肩颤抖着，微微挺腰，把自己更加送到他手上，忍不住向四周看了几眼。室内书香阵阵，檀烟悠悠，空无一人。魏无羡闭上双眼，尽力感受蓝忘机的动作，将全副心神集中于他身上。魏无羡乖顺又配合，蓝忘机却突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从他修长的脖颈间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吻住了他。蓝忘机吻着他，急切又粗暴，双手却十分温柔地帮他把衣襟整理好，腰封系好。终于，蓝忘机松开了他。走。什么？回静室。蓝忘机牵着魏无羡的手出了蓝室，踩着刚刚好不会触犯云深不知处不可疾行的步子，往静室疾行而去。魏无羡整个人懵懵的，就已经被人拉出蓝室，行到山道上。半晌，魏无羡才终于从蓝忘机暖烫的手中窥见一点端倪。蓝战他似乎很喜欢我方才的样子。魏无羡坏笑着，正想开口调笑，忽见蓝启仁从山道上缓缓下来，两人不得不放慢了脚步，松开交握的双手，肃立一旁，拱手行礼。叔父。两人异口同声。忘机，无羡。蓝启仁道：无羡，今日的祭考可还顺利？顺利。叔父，答卷我已经一一封好，批注之后再呈您审阅。很好。蓝启仁捋着胡须，温和道：这次的题目出得不错。魏无羡看着蓝启仁，但是莫名的魏无羡知道，蓝忘机一直在看着自己，蓦然生出了作恶的心思。魏无羡道：多谢叔父，学子们都有不小长进，年纪最小的。魏无羡开始一本正经地陈述每一位学生的情况，没讲几句就停下来，等待蓝启仁点评。就这样接连讲了3、4个人。魏无羡明显感觉焦灼在自己身上的目光又烫了几分。魏无羡内心笑得惊涛骇浪，面上却分毫不显，只是终于转过头，大大方方看了蓝忘机一眼。他眼里狡黠的光芒让蓝忘机的眼神倏地幽暗下去，仿佛一口不见底的深潭，漩涡回旋，将他深深卷入。只一眼，那赤裸的战友的眼神让魏无羡几乎烧了起来。可是蓝启仁还在评述，魏无羡只得耐心听着。待蓝启仁终于讲完，魏无羡道：叔父，其他学子的情况我与考卷一起整理之后再呈您过目吧。无妨，你与忘机看过就好。魏无羡道一声好，赶忙在行礼，正准备告辞，只听蓝忘机道：叔父，忘机亦有事要禀报。魏无羡觉得蓝战真是学得十足十的坏，这到底是折腾谁呢？魏无羡转头去看他，只见蓝忘机目不斜视，仍是一脸清冷之色，恭谨叙述着近日夜猎事宜，大小族中事务。魏无羡有点站不住了。蓝忘机方才那一眼太过撩人，现在他心里仿佛有无数小钩子抓抓挠挠，心痒难耐。
魏无羡频频去看蓝忘机，直看得蓝忘机的耳尖浮上不易察觉的粉色。魏无羡心想，你这个小古板，我看你能支持多久？蓝忘机的确很快便止住了汇报，然而蓝启仁的点评又开始了。两人站在原地，中间只隔了1掌宽的距离，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在疯狂上升。终于等到蓝启仁收住话头，两人恭敬行礼，目送着蓝启仁的身影缓缓消失在山道拐角。然后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霎时火花迸溅。魏无羡率先一步，也不再管什么不可急行的家规，穿林拂叶，急掠而去。两人俱是轻功卓绝之人，此刻在这云霞缭绕、松风阵阵的云深不知处穿行，竟是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。魏无羡提气纵身，足尖轻点被他掠过的小竹林，竹叶微微颤动，仿佛只是清风拂过，空中只余一道雪白幻影，仿若清晨薄雾，消散于青翠竹林之间。蓝忘机紧随其后，追寻着那道鬼魅一般的身影和若有似无的轻笑，无声无息，无影无迹。转瞬二人便到了净室院门前，魏无羡脚步沾地，在院墙上轻盈一踏，一个漂亮的后翻筋斗，柔软的腰肢在空中划过优美的弧线，干净利落地翻进了净室院内。蓝忘机紧紧跟随，足尖轻点矮檐，白衣翩翩，姿态优雅地落于院中，恍若仙神降临。魏无羡恶人先告状，韩光俊，你怎么不走门？蓝忘机道，学你。魏无羡手指缠绕上发带，将那抹鲜红挑逗得如同火焰跳跃。魏无羡轻笑道，你学我做什么？追着我做什么？你说呢？魏无羡媚眼如丝，吐气如兰，柔声问道，想要我？魏无羡笑道，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承认了。两人俱未佩剑，魏无羡取下发带，一头柔亮青丝铺散开来，在风中轻扬舒展，更显他妖媚无双。灵力灌注于发带，魏无羡随意挥舞几下，竟有了长鞭之势。魏无羡朗声道，那就要看韩光君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说完，手腕一沉，发带闪耀着熠熠红光，直向蓝忘机袭来。魏无羡动作的刹那，蓝忘机便已瞬移错身，闪开一个微妙的距离。发带于他眼前掠过，蓝忘机并不伸手去抓，只是步伐稍变，避过发带锋芒，沉掌发力，直取魏无羡本人。魏无羡撤手回腕，发带在胸前绕旋回护，灵力与风声相伴，激得空气烈烈响动，发出沙沙之声，红光闪烁如赤焰。蓝忘机暂未打算直接以灵力相抗，只是微微错开。魏无羡手腕翻转，步步紧逼，将发带驱舞得如灵蛇一般，劲风裹挟着灵力向蓝忘机右手袭去。发带在空中轻灵舞动，回旋相击，魏无羡身形变幻莫测，灵力红影追寻着皎皎白衣，却始终无法近其身。蓝忘机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发带之间，突然闪到发带近旁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在发带上轻轻弹了一下，冰蓝的灵力沿着红色发带震荡开来。魏无羡仿若触电，手腕一抖，攻势软了几分。蓝忘机回撤一步，足下轻点，一个干净舒展的腾跃，直取魏无羡额间。电光火石之间，蓝忘机已经摘下魏无羡的抹额，雪白飘带在空中轻盈飞舞。蓝忘机仿着魏无羡的招式，灌注灵力，沉腕出击，白色抹额如灵鞭一般急刺而出，飞快缠绕住魏无羡的发带。蓝忘机一抖手腕，一股不容抗拒的大力袭来，抹额纠缠住发带。魏无羡不愿撒手，紧握着发带，被蓝忘机拖到身前。蓝色灵力包裹住发带与抹额，红白交织的两条长鞭并作一股，竟如生出灵石一般，一圈一圈绕过魏无羡的双臂，将他双手紧紧捆于身前。啊！魏无羡惊叫。蓝忘机一把揽住他，直接堵住了他的嘴，狠狠亲完，在他下唇咬了一下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